这一站是一个大的换乘站，所以人还挺多的，可以换成火车的。欧洲他们这边地铁出站都是不用刷卡的，进站是要刷卡的，出站它自己门就会开了。对面这就是223、224的火车，近郊火车，在机场拿到的这个免费火车票，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好了，坐一站下车，然后要换一个223的火车，这个是224，要换一个223的火车。这个牌子终于看到了，223到这个 Vic， 从这儿出去，那就是对的，应该从这儿走。他们这个机器反应不灵敏，所以每次插进去之后它都没反应。我还想说票有问题呢，要多插几次它才能这个检测到票。原来224和223的换乘是要出来的，不是在那个站内换乘。这次到巴塞罗那，一方面当然想看一下这座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另一方面其实也想去周边的小城看看，而且火车也免费，算是难得的机会。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都推荐沿海的几个城市，不过实在是不太想去人太多的网红打卡地，而且海边估计也会很晒，所以就在地图上看到了这个不远处叫比克的小镇。好奇怪啊，只是到这儿就没有了。刚刚问了一个人，他说没有那个车，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难道这是让我换乘巴士吗？一开始一直以为是一路火车直通，后来才搞明白，因为这一段铁路暂时封闭维修，所以改成了巴士接驳。我现在已经发现了223它这个地方不是火车，是巴士，就是这个巴士站。好复杂呀，这个票坐巴士的话，要先在这儿打一下票。当然，因为也是铁路公司运行的巴士，所以同样可以免费乘坐。不过记得要先在火车站刷票。然后问了半天，他们几乎全程都是只是跟你说西语，有一个年轻的小哥还稍微说两句英语，其他人全部西语对应，完全听不懂。刚好现在开始上车，还好我来的早了一点，如果我是掐着点来的话，估计这车就赶不上了，因为搞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换乘情况。原来是在这边换乘巴士的。Go to Vic. Sí. 出发倒是挺准时的，10点40准时出发了。哦，原来西班牙一般的居民的公寓是长这样的，都差不太多。比克是一座充满中世纪氛围的加泰罗尼亚小城，人口仅为约3万人，以古老的广场和历史建筑闻名。距离巴塞罗那大概70公里，巴士一路往北开，大约1个半小时后抵达比克。看起来它这个中文翻译好像叫比克，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西语的发音应该是偏 B 吧，比克。感觉车上应该都是当地的居民，没有看到有游客。维克它是一个典型的加泰罗尼亚文化的地区，所以当地人据说都是讲加泰罗尼亚语的。虽然说咱也不知道和西语到底区别在哪里，听不懂。而且据说当地有一个大学，所以城市不大，但是有很多学生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显得还挺有活力的。这跟国内一样，小超市门口放了一个这个摇摇车，投币摇摇车，然后还有这个扭蛋机，真的挺像的。到这边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老建筑的这种风格了，很多老的房子。然后前面走的话，就是他们的主广场，好像据说一般的活动啊、集会啊都在这个地方，也是城市比较著名的观光点了。看不太明白它这是什么意思。查询了一下，眼前看到的其实是支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的集会，大家拿的旗帜被称为加泰罗尼亚独立旗。西班牙东北部与法国接壤的一片区域被称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巴塞罗那是这一区域的首府。
这里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加泰罗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虽然同属于罗曼语族，但其实是2种不同的语言，并不是方言的关系。加泰罗尼亚语更接近法语或意大利语。巴塞罗那因为是国际性的大城市，所以主要以西班牙语为主，但比克因为是加泰罗尼亚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当地至今仍广泛使用的还是加泰罗尼亚语。这里对传统文化和习俗保存得很好，也始终强调身份认同，一直以来都是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重要地区。人们会定期在广场上集会，宣传理念，表达诉求，并号召大家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这地方就是主广场了，应该是这个地方才是主广场。果然周二有他们的集市，小商品市场啊，这是卖什么都有，还有卖药品的。这是奶酪、蔬菜，感觉有点像中国的赶大集的那样，只不过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还有这些草编的一些器具，真的跟中国的大集其实挺像的。这是盐腌的鱼，很多蔬菜水果，当地腌的各种橄榄应该是，还有这种卖衣服的，赶集的，周二周六大家都出门赶集了。吆喝一样的，卖袜子的，真的跟中国大集卖的东西都差不多。内衣、袜子，旁边是蔬菜、香料之类的。这衣服10欧一件，对，80块钱。在国内的话，可能一件20、30吧。12点了，开始敲钟了。感觉应该都是当地人，没有看到游客样子的人，至少没有任何一个亚洲游客。还有卖鞋的，这还有勃肯啊，这些是生活日用品。这花都还挺漂亮的，这一大把一束花11欧或者12欧左右，小把的2欧或者是5欧，一支玫瑰2欧。这边还有一盆一盆的花。围绕着广场周边，其实还有一圈的这种小店，这种应该就日常平时都会有的这种小店。然后还有一些餐厅。Hi, you living here? No, just travel. Ah. Travel. You live here? Yes. Okay. You live in here, the bank, you center. Center. I live in you habitation. Yeah. Yes, 1 year, 3 months. Okay. You live in here. No, mucho English, no, mucho English, poquito. Or you there, they comprehend the English for no study English. Okay. You understand? No? Yeah, I understand. Yeah, I understand.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become my congregation for this church. Sorry? You my congregation for this church. You living here. Okay. Alabado sea Dios. Sí, ¿me entiendes? Yeah. My father is my God. I am son. Yeah. You understand? Yeah. It's, Understand, yes. pero bueno aprender español. Maybe I can use the Google Translate. Okay. No. Okay. 你好，我不会说西班牙语，你可以说西班牙语。Okay. Mi nombre es Guillermo Rodríguez. Ah. Your name is Guillermo?
Rodriguez. Ah, pero me gustaría enseñarte español. Ah, Me gustaría hablarte español. ¿O me gustaría? Yo te digo a ti. ¿A ti? Me gustaría, sí, molt bé. Ajá. Hablarte español. Oh, sí, muy you bien. can, you can. Me encantaría mucho español para aprender mucho tú. Pero puede ser interpretado también en chino. 我也很高兴和你聊天，虽然说我不会说西班牙语，但是我可以用手机跟你交流。 También me encantaría charlar contigo, aunque no hablo español, puedo comunicarme contigo por teléfono móvil. Yes. My number, teléfono. Yo te ofrezco my number. Okay. Okay. Yeah. 5, 6. Yes. Okay. Yeah. My name is Guillermo Anthony Rodriguez. Okay. Diemo. Tú puedes poner sí. Okay. Guillermo. Mr. Diemo. Okay.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brother. Thank you. Okay. Have a good day. Amén. La paz de Dios contigo. Adios. Adios. 全世界各地的老人都真的是很热情，很愿意跟年轻人或者陌生人交流。其实语言交流不了，但是呢，大概可以意会，眼神啊、动作，其实可以大概了解对方想要说什么。其实挺有意思的，跟当地人交流交流。虽然真的交流不出来个什么，如果要会西语的话就好了，可能就会聊得更多一些。哦，这个集市还蛮大的嘛。过了小巷子，这边出了广场还有一片。这衣服大甩卖，只要50分，1欧都不要。这里呢还有一座罗马神庙，也算是维克这个地方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建筑了。据说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建设的。据说是西班牙东北部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神庙，很典型的罗马柱。看起来可能又是当地小学的课外活动吧，老师们带着小孩出来。应该小学生来说最开心的就是这种室外的课堂。这竟然还有一家日料店，也没有写价格，大概今天休息吧。可能很多当地的学生都出来了，刚才是小学生，现在感觉是中学生。维克大教堂。出了古城区的那一小片之后，周边就是一般的这种城市的样貌。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整个城市有特别多的这种加泰罗尼亚的旗帜，所以民族性还是比较强的一个地方。感觉很多店好像周2都不开，还是说中午不开？这也是一家中餐馆，东方乐园，感觉也是关门的，完全写的西语，一个中文都没有，看不太懂。这里是他们当地的图书馆，想说进去看一下，顺便上个厕所。欧洲
地方找洗手间其实真的是比较麻烦。这里面是洗手间，还有餐厅，这还有一家餐厅。欧洲很多这种厕所它是男女共用的，刚一推门出来一个女的，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走错了。仔细看啊，男女共用的。来都来了，要不在这儿吃个饭吧？貌似这个餐厅很热门啊，很多人，所有的桌子都被订出去了，所以只能坐在这个前台康他的地方。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真的太厉害了，我把这个照片拍进去，让它帮我翻译一下。我觉得比那个 Google Translate 翻译的好，它整个全部每一条都帮你翻译出来，还告诉你这是加泰罗尼亚语的菜单，而且呢，主菜、前菜，然后呢说整个是一个套餐，其实就是17.5块的套餐。你选前菜、主菜，然后甜品，17.5块，这个价格其实挺实惠的啊，果然是公共设施。然后呢，他还给你建议说点什么比较地道，这个我就觉得很地道了。不错，先上了个面包，服务员人还挺好的，跟我说了一句话，但是我没听懂，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我猜啊，这是赠送的，我猜他说是赠送的，我也不知道。我的烤竹蛏上来了，果然还是得 ChatGPT， 否则我真的点不出来这种菜，我估计可能就点了一个 pasta。然后这边有面包，然后他还解释了这是西班牙餐厅的经典做法，就是加西芹，然后橄榄油和蒜，味道其实真的不错，有一股那个非常浓的蒜香味，然后还有橄榄油的这个香气，味道不错。但是我觉得有点沙子好像没有太淘尽的感觉，有一点点沙子，但调味真的不错，蛮好吃的。猪脸夹肉烤的，然后呢再加薯条，哇，这道菜真的看起来不错，很有食欲啊。尝了一下，这个确实味道不错。它调味的话呢，没有很咸，然后呢，胡椒的香气比较浓。然后呢，另外它的肉本身其实挺嫩的，但是呢，因为它可能是猪脸夹肉这个部位的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些韧性，有一些嚼劲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其实这一整套还真的是挺多的。最后还有一个甜品和冰淇淋，我觉得我都吃不了了，吃的好撑啊。哇，它这个一口朗姆酒的味道特别重，很重的朗姆酒的味道，直接冲鼻子，我觉得吃完都快有酒驾的风险了。虽然不开车，真的是酒味非常重。吃完出来了，这家餐厅我感觉在当地真的非常受欢迎，很多人络绎不绝的人啊，有点阴沉沉的，然后稍微有点飘雨，希望不要下太大。我感觉现在小孩放学了，应该是现在3点不到3点，2点多不到3点，现在全都小孩都出来了，那证明他们肯定是放学了。现在周2啊，学生都已经放学了。长相来看，黑人的比例还是挺高的，这个地方很多黑人的小孩。感觉这个桥梁把中世纪古城和现代城市区分开来了，分隔开来了。跨过这种桥，左边就是中世纪的古城，右边就是现代化的城市了。然后往远处走，看起来就是到山坡的地方了。很有这种走在中世纪老城里面的这种氛围，感觉好像走到电影世界里面了。大教堂旁边其实它还有一个以罗马艺术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完全没有人，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他建议我从地下最底下一层慢慢的往上看。这座博物馆其实叫做比克主教博物馆，收藏了大量9到13世纪的宗教艺术作品，尤其以罗马式艺术最为出名。
底下的楼层主要是比较早期的基督教文物和手抄经书，整体风格比较朴素，包括一些简单的石雕、宗教器具，还有带有彩绘装饰的经书。这个时期与其说是艺术，倒不如说是主要为宗教本身服务。往上一层是博物馆最精彩的罗马艺术展区，有很多都是从比利牛斯山区的古老教堂搬过来的壁画，色彩浓烈，人物造型夸张，非常有冲击力。还有大量的彩绘木雕圣像，包括基督像、圣母像等等，细节非常的丰富。另外还有祭坛画，很像中世纪的故事版，一幅一幅的讲述圣经故事，当时的人主要就是靠这些画来理解宗教内容的。继续往上就是哥特艺术的部分，这里会明显感觉风格开始变化，人物变得更加写实，比例更自然，甚至能看出情绪和动态，比前面的罗马式艺术更多了一分逼真的感觉。同时这一层也会看到不少精致的宗教工艺品，比如金银的圣器、珐琅装饰，还有刺绣的织物等。不仅是艺术品，也可以侧面看出当时教会的财力和地位。整个博物馆其实就是一条完整的时间线，可以了解中世纪的人是怎么通过艺术去理解世界和传播信仰的。傍晚再到广场，白天的那个小摊都已经收掉了，现在整个广场都显现出来了，两边的周边的建筑也都一目了然。广场也变成了西班牙足球小将的踢球圣地。每次的旅行除了一些放松以及愉悦之外，很开心能获得一些新的认知和了解。庆幸这次选了这座小镇，说实话，来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西班牙还有另外一种使用人数如此庞大、影响力如此强的语言。比克小镇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把加泰罗尼亚文化展现得很完整。从街头的旗帜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再到那些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和建筑，都在表达着这个地区对自己独特文化的认同。比克之行也让我对加泰罗尼亚文化和历史有了更加立体丰富的了解，也希望我的影片能给你带来放松的同时，也能跟我一起去更多的认识这个世界。感谢大家的观看，祝你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期再见。我还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一站下车的人这么多，全部都下车。结果呢，最后下车的一个女孩挺好的，看我傻乎乎的跟我说，你要下车了，这个车有问题了，大家需要现在换一辆车。1点48到达，虽然说晚点了半小时，但是2点钟这个城市用盛大的烟火来欢迎我。